我现在到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了啊！我这一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目前腰子还在。换钱2000变500万，好久都没有花过这么多现金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把它装起来。买保险，办理并不复杂，但有一点繁琐的手续，我的山猫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国了。这边是中国，这边是老挝。今天早上呢是9点多的时候从中国云南的莫罕口岸出发，中途总共行驶了6个多小时、7个小时的样子开完了这个28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按照这个速度，在中国来说应该算是开得慢的但是对于这边的路况来说，这个速度已经是开得很快了，因为这个路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言难尽。路上有很多的大坑，有很多的石子路有很多的大货车，你根本就开不快。而且这边的这个时候每年3、4月份，老挝这边就放火烧山，在老挝的路边上能看到很多现在我身后这样的场景这种场景在咱们国内应该是很难再见得到了，就是烧山现在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到整座山里面都是着着火的，而且耳朵边能听到这种噼里啪啦的那种木材树木烧掉的那个声音，有点很魔幻的感觉，像电影中一样。我现在人站在这靠近这个山，感觉到那个热气腾腾整个山上全部都是那个烟雾缭绕，整个空气中全部都是弥漫的那种灰烬的那种味道全部都是灰蒙蒙的。每年3到4月份，老挝都会有大规模的烧山，所以在这个中国老挝边境上的像西双版纳这些城市，3、4月份的整个天都是灰蒙蒙的。主要是因为就是老挝这边没有很多的这个科技与狠活嘛，农药化肥之类的东西，就是得花大量的钱去买，所以他们宁可就是放火烧山，以这种非常粗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地里的害虫全部都杀死一遍，然后让这个土地也更加的肥沃一些。但整个环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言难尽。像尼泊尔的话，3、4月份也是这样的一个习俗，烧的就是漫山遍野全是山火。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9点多出发的时候吃了个早餐然后就是现在的这一顿了。这个老挝的食物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我看我今天点的这一份就是一个炸春卷，配的一些米线和这个蘸酱。这个蘸酱是甜的，我觉得本身看上去非常野性的一餐，跟那个版纳的傣餐还是挺像的。这个蘸酱甜的话，就让我有点怀疑人生了。觉得还是去中国超市应该买点那个中国的辣椒酱过来，就很完美了。这个夜市是琅勃拉邦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这晚上我看到有好多的那个欧美人，当然也有很多的那个中国游客的面孔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说你要问我这个东南亚到底能不能来那我告诉你，反正我现在腰子还在。套用这个咱们网友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通天的能力，那我就劝你还是别来了。有人说老挝并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是40年前的我们。可是旅行并不一定要和原本就很快的生活抢时间，并不一定要走在当下的前面。我喜欢以旅行的方式感受时光最初的样子。它是老挝的小朋友们看见中国车辆特意冲到路边上打招呼时的笑脸，它也是可爱的小男孩头上似曾相识的西瓜皮帽子。青苔能吃，鼠鼠能吃，蜂蛹牛皮那就更能吃了。在老挝看看这食物的多样性，能让你深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现在在老挝的琅勃拉邦现在是早上8点半，今天早上7点多就起床了。对于一个爱睡懒觉的人来说是什么吸引我早上一定要起来看看呢？就是我后面这个老挝野性十足的湄公河早市，去看看。这个早市呢，其实主要卖的是食物以及一些蔬菜水果我看到好多摊位上都在卖烧烤，烤的是应该是牛肉干巴那种这个老挝人的肠胃，我觉得跟我们可能还是有点不同。早上就能开始吃烧烤，这个是青苔，这种吃法是老挝非常普遍的吃法。他们这边就是最地道的吃法，就是用这个热腾腾的糯米饭或夹着这个青苔，就这样吃就可以了。试一下，它这个青苔里面是有一点盐的，吃上去有一点很鲜美的味道吃上去有一点肉松的感觉，还怪好吃的。我这边看到有一大块这个蜂巢蜂巢在他们这我不知道怎么吃在国内我看到过很多人就是因为里面会有蜂蜜嘛，就直接拿勺子直接这样生吃。Hi, how to cook? ปลาตะอี How โลถึงเส้น5
老板娘可能不会说啊，是生吃吗？还是油炸？还是煮？交流不了啊。但是他们这边吃这个东西应该还是特别普遍的。哇，这个应该是烤的那个蜂巢啊，上面都还有蜜蜂。How much for one？ 2万。3个了5万。一个1万，一个我只要一个。OK。1万。他们这个摊位上就是卖这个是烤好的那个蜂巢啊，我还没吃过。这个是直接拿那个芭蕉叶给它给包起来的，火上面把它烤熟。哇，这也太新鲜了吧！这个蜜蜂直接就围绕着这个蜂巢直接打转啊，有没有一种黑暗料理的感觉啊？看上去一个一个的，就是远看像豆子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挤在一起、捏在一起的。其实这每一个单位哈，它都是一颗一颗的那个蜂巢。一打开啊，它有一种像粽子的那种清香的味道啊，闻上去还是挺好吃的，迫不及待的吃一口啊。咬上去有一种纤维的一种肌理感呀，就像有点像那种笋子之类的东西，咬上去有一点嚼劲儿的那种感觉啊。我本来以为咬上去会是满口都是蜜，甜甜的，其实不甜啊。妈不是这个的吗？我突然看到它这个里面一排一排的，其实这个小房子里头啊，每一个房子里头都是一个蜂蛹啊。我刚刚说怎么嚼起来就是还蛮有嚼劲儿的感觉啊。我从来没吃过虫子啊，我这算是第一次吃的一些虫子。其实这个味道并没有多么的黑暗，就是当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就吃下了一口虫子那种感觉，就是口口是肉，每一口都是蛋白质，后劲还是挺大的啊。如果叫我真正的做心理建设，我来吃这个东西还是很难的。现在是相当于是莫名其妙吃下去了，这东西买都买了，硬着头皮也把它给吃下去啊！来到这么野性的国家，如果是没有冒险精神啊，我劝你还是别来了。It's mouse, yeah。我在这里又发现了很野性的东西啊，这是一堆 Jerry 做成的干儿啊，薯干儿。Together eat。老板娘说这个他们把这个 Jerry 干儿啊，就是跟我手里的这个像烤的蜂巢啊，还有糯米啊什么的，可以和在一起吃啊，直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像那种牛肉干的东西来吃的啊。这个 Jerry。在他们这边，我之前来的时候，在路上都看到有人在剥皮，在吃这个老鼠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野性的国家。How much one piece? OK， 折合人民币可能就是大概在4块钱左右一只啊，老鼠干。不知道看到那个老鼠干啊，有没有人吃得下去？瞬间我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啊，我就唤起了我的一个回忆啊。小时候我家里曾经被我自己亲手掏出过一个就是死了之后干掉的一个老鼠啊，所以我看到那个东西，我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嘴的。其实老鼠干在他们这里还真的算不上是比较生猛野性的东西。这个市场上啊，还有猫头鹰啊，还有竹鼠啊、野鸡啊，这些在中国就是听上去都是能去那个里头坐一坐，能去蹲一蹲的一些东西，这个里头都有。据说在以前还有那个什么熊掌啊之类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野性。对于老挝这个国家来说的话，就是吃这野生动物也是一个非常久的一个习惯了。如果说老挝的市场里能看见老挝的真实生活，那么一部分是由这些生猛无比的食物勾画出老挝人饮食世界的丰富，另一部分则是市场里的这些老挝女性令人印象深刻。我几乎没见过一位老挝男性在摆摊工作，老挝女性的勤劳能干名不虚传。这位姐姐的勇敢出击又令我慷慨解囊5万块。这个摊位上有好多这种小鸟啊，哇，好小啊！他们还用这种非常精致的笼子给它装起来。这种小鸟，我不知道他们是买来去放生的吗，还是买来就在家里头就是养着的。这 How to OK， 他们这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老板娘指了一下天，就是专门就是别人买来拿去放生的。老挝是佛教国家嘛，还有这种类似的习俗啊，是一门生意啊。这个小鸟既然都递到我手里了，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吧。OK， 来5万块那个老挝币啊，买了这4只鸟的一个新生。提着它逛市场也不安心，所以我现在先去把这几只鸟到河边去放生了。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些小鸟放了吧。这是一个那个湄公河河边，这边呢也有一片的那个树林。我看了一下这个小的鸟笼啊，它不是像那种正儿八经的笼子，有个小门把鸟关进去的。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可以打开的地方，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把它关进去的。可能就是在这个笼子还没有编好的时候，直接给塞进去啊，然后最后把它上面给绕了几圈这种细的这个竹篾。其实我特别不理解他们这种放生的行为啊，就是这些鸟在山里面，它本身就活得好好的，把它抓了之后又让人花钱去放生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啊。所以说老挝是这个佛教国家啊，这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信仰习俗，但是这个形式主义的事儿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国家都还有。虽然这个放生这个鸟啊，也是一个很形式主义的事情啊，但是我一进市场，这个大姐就把这几只鸟塞到我手上来了。很多事情，也不图它真的有多大意义，只求心安吧。到了这个树林边，我都能感受到这些小鸟啊，很迫不及待重归自由了，在里面跳得特别的欢快啊。其实就我想到了我之前在那个索马里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个他们怎么能海龟都吃啊？那个我向导跟我说，他们只要是海里打上来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吃，都是合法的。当时我听到这句话还是蛮震惊的。其实回头想一想，中国有句老话嘛，不是说叫仓顶食而知礼节，在索马里这种国家，很多时候人都会被饿死的。所以说解决温饱、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事情。这个保护生态、保护动物什么的，那是得社会文明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之后才能考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老挝这个阶段可能也是差不多。终于把这个笼子给开了个口啊，把这小鸟放出来了吧。飞出去吧！哎，飞了，飞了，飞了！没事吧？看到他们的同伴飞出去了，有点激动，然后一直在里面跳，从刚刚那个台阶上掉下来了。来吧，赶紧的也给你们放生啊！我们刚刚看到小伙伴们已经出去了，非常的激动啊！咦，已经出来一只了！哎呀，飞了，飞了，飞了！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有点笨笨的啊。这边快出去吧，门都给你打开了，飞了！哎呀，终于把这个形式化的事情给做了啊！早上在菜市场不小心吃到的一口虫啊，然后导致我整个早上胃口都不好，现在整个中午就特别的饿。然后来到了老挝呢，在这个老挝一定得喝点老挝的特色饮料啊，老挝啤酒，这个对于我来说可以当做餐前饮料来喝。冰冰爽爽的，还是挺解渴的。相对于咱们国内的一些啤酒来说，还是口感比较的香醇啊。但是在这边，我们好不容易我找的一个那个中餐厅啊，这个老板娘刚刚点菜的时候有点不是很有信心啊。她说我们这个厨师呢，他是那个老挝人啊，不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菜呢可能也就将就。看到老板娘这么真诚的份上啊，我也点了几个我认为还比较保守的菜啊。这个中国人中国味啊，走到哪儿就很想吃中餐。这个中华老字号也必须得跟上啊！本来我是走到哪个国家，这个菊花白都是必须得伴随着一路同行的。今天菊花白也小酌一杯吧。在老板娘提前打好招呼的情况下，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现在尝了一下它这个中国菜，老挝人做的中餐啊，确实就是看上去那个有那么几分形似，但是味道上还有一点欠缺啊，可能对这个咱们中餐调料的这个掌握还不是特别的完美啊。但是出门在外哈，能吃到这么一顿中餐就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毕竟人在饿的时候，只有中餐才最好吃，也只有自己熟悉的酒才最好喝。这杯菊花白，敬大家。